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贤。今天又来做露营车底板。我搞了这一块5x10的木板，这一般的装潢业者都买不到，特别去找，只有在台北有找到一间。我选的是甲板，为什么选甲板呢？因为它承载力比较强，之后要做床板、做底板啊，它比较不会烂。实木板呢太贵了，买不起，所以就不考虑。然后一般的木板呢也是4x8的。然后在我们车上呢，因为需要拼接，所以我不太想要用拼接的方式，因为我想要加强结构的稳定性，所以我特别选了5x10的木板。那我是因为觉得拼接很麻烦啊，技术不够，所以不想拼接，所以搞了那么大的木板。不过它超难载的，没有车载得下，所以特别用特别的方式把它搞过来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直接把这个底板锯成车底的形状，然后直接铺在车子的底部。那我们就开始动作吧。先简单的量一下车的长跟宽吧，151、231。好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困难，所以我等一下应该要先裁长跟宽吧，先把长方形大致上裁出来再说，直接开裁。好了，准备好了防护眼镜、口罩、线锯机。刚刚是用用盒子直接贴直线出来，然后等一下就沿着这直线锯就对了，才不会锯弯。我们直接开锯。好嗨哦，好护品哦！哇，算了，磨一磨就好，尽力了。这应该算直线的吧？修一下。手机被鬼打到，歪掉了，把它撕掉看看吧。看起来算直啊。这边歪掉了，哼哼。我等一下这边应该会锯掉，所以无所谓。本来打算用纸箱去量车子这个地方的尺寸，后来觉得这样量好像也不太准，我就直接拿这一块量了。然后如果等一下 size 不对的话，再慢慢修。希望不要出错。大致上呢都描了完毕了，等一下就直接拿盒子把直线的地方补一补，让它裁直一点。那弯曲的部分我们就随缘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开锯。换一台玩玩看，很有威力，但它不能去弯的。帮我把那边修一修好了。有够猛！觉得刚刚好像都做错了。我觉得拿纸板来量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选择，所以我现在用纸板啊，边放边裁，就是觉得不对的地方就直接修。然后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修好轮框的样子，对，我就直接用剪刀边剪这样子的形状出来。那现在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等一下再把这个纸板放在我们的木板上吧，画出来要修的地方。应该就差不多就准确。刚已经锯完差不多的木头了，我们现在用砂纸把边边磨一磨，然后等一下就直接搬上车试试看。出师不利。不是专业的木工，做起来真的非常累，而且干了很多愚蠢的错误。
应该是用纸箱量好，直接弄上来会比较准啊。准备大一点的纸箱，然后把车量好，再去木板上画好，直接踩会比较快。所以纸箱应该是必备的。先剪那个前端的那个曲线。刚已经把木板都切好了，然后我们今天补切一个，因为它会卡到门，然后门会关不太起来，所以今天又再补切，小修了一下那个范围，然后让它更正。好，那么现在木板都已经切好之后呢，我之后会来把它涂装一下，让它变得更漂亮。那涂装之前呢，我先用这个烤火，就是喷火枪烤这个板子，把它烤成有点焦糖的颜色，然后再上护木漆，应该会很漂亮吧。好了，开烤之前先准备灭火器在旁边，直接开烤吧。好了，刚烤了一下，就觉得火力大的时候其实蛮好烤的啊。它火力变小的时候，它那个火会被分散。现在想说翻过来烤，从下面火在下面烧，应该可以省一点瓦斯。你在干嘛？我先用这个60号的砂纸上磨一下，然后不要让它那么直角。刚用那个240号的砂纸磨啊，磨过之后感觉还是有一点太黑了，所以等一下呢，应该会用另外一面，然后不要烤这么黑。它这一面就先这样踹踹看。好了，刚把它翻过来，这面我们烤的比较浅，然后另外一面烤的比较深，这样就是一深一浅嘛。我是个人是蛮喜欢深色的。刚用240号的砂纸磨过了，感觉还不错啦，摸起来还算光滑的。用400号砂纸再磨一次，然后让它更光滑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工吧。
我们要准备把我们的底板上护木漆，先把它搬出来吧。费了一番功夫，终于把它搬出来。它真的很重，它不只是大而已，它真的是很难控制，因为要整个斜的才能进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上护木机之前呢，因为我觉得我磨的还不够，算是完美。想说挑战一下完美，所以我等一下还会再用200号砂纸再继续磨一次，对，然后再磨400号，磨完以后再上护木漆。我用那个手指去触摸，感觉看看，然后有没有粗糙感，还有一点沙沙的，要磨到跟肌肤一样光滑，所以继续磨。刚200号已经磨了一次，200号要磨比较久一点。现在是最后一道400号了，其实现在已经很光滑了，追求完美嘛。有一个重点就是最后一道在磨的时候，好像一定要逆纹磨，木头纹是直的嘛，砂纸就要横着磨。不知道啊，专业的师傅跟我这样讲的，那么就直接逆纹磨它吧。400号砂纸已经磨了差不多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上面的粉尘全部扫掉，然后用吸尘器吸一吸，用刷子先把它刷一刷。刷子用完了，再用吸尘器吸一下，应该就差不多。吸尘器吸完了，手有点酸了，终于到这时刻了。我们要来上护木漆，我选用的是红牌的利特护木漆，它是水性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啊，反正随便找的，也不是业配，就来漆漆看吧。这一罐呢1000多块吧，还蛮贵的哦。但以真实的植物蜡还是什么的护木漆，它应该算便宜的吧？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成分。如果有什么推荐护木漆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因为我也不晓得什么是好用的护木漆。这个甲板也不是什么高级的木头，所以先用便宜的涂涂看吧，好用再说。先看看里面的颜色，有点像木瓜牛奶。我们全部大概这一面的边边角角大概都涂过了，然后现在等30分钟让它干一下，之后我会稍微磨砂一下，用400号吧或200号，再涂第2道的护木漆。它其实干蛮快的，有点像胶状的感觉，所以应该就是凝固之后用那个胶包覆整个木头，让木头吸收那个蜡的感觉吧，然后就可以防水或防虫、防蛀之类的效果。那我们等30分钟让它干吧。30分钟到了，我们现在用砂把这个木板简单磨一下，然后再上一层漆。听说这样子上漆摸起来会更舒服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试试看吧。然后我用的是240号的砂纸，这是磨过的。OK， 我们刚磨完了。那个油漆刷啊，最好买好一点。我们是买50块的油漆刷，所以好像蛮会掉毛，不知道是技术不良还是油漆刷的问题，那个毛都会粘在木板上面。然后刚刚都已经清过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上第2层的护木漆。这次漆的算是比较厚吧，然后再等半小时，我们就可以换面，再进行另外一面。好啦，30分钟了，然后干了，我们翻面，然后磨砂，再上漆。刚磨过了，现在来上最后一道护木漆。OK， 最后一道护木漆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就等它干吧。好了，我们等了无数个半个小时，干了又漆，漆了又干，终于全部完成了。感觉还不错啊，摸起来是木头的感觉，然后没什么味道，应该还不错用啊。
给大家看一下布幕漆的感觉。这个光线。让大家看看那个这面的细节，就像这样，感觉还不错啊。这就是我们的底板。好啦，终于把它放进来了，感觉非常棒，非常满意。应该也没什么特别失败的地方啦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还算蛮顺利的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的底板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欢迎订阅加按赞。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还有什么施工流程，还有更好的方法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后面呢，我还会再继续拍做床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